川普、马斯克现在真的已经是反目成仇了，那彻底的翻脸哦。主要现在马斯克已经是宣布阻挡了嘛，那但是川普觉得说，哎呀，他很难过，看到马斯克过去5周以来，他形容是彻底的走火入魔，简直就像是火车出轨般的灾难呢，讲的话非常重。那他说，第三政党唯一擅长的就是制造完全的破坏与混乱。那他甚至还指控呢，马斯克之前我们看到说，不是他的朋友要出任 NASA 署长嘛？他说这是因为不当施压，当时是他给予压力哦，所以才让他来提名这个艾萨克曼来出任 NASA 署长。那我们之前也是有讲说，这个事情好像生变了，现在真是撕破脸啦，所以他还要把这个内幕抖出来说，那时候是马斯克施压他的哦。那再来看到了贝森特，他说呢，马斯克旗下公司特斯拉跟 SpaceX 的董事会应该不乐见他涉入政治哦，希望他把重心放在经营事业上。当然，马斯克也回呛他就说：“哎呀，贝森特只是索罗斯的傀儡啊，连数学都不会啊。”所以反正两个人是骂得非常的凶哦。那再来，共和党呢，现在也警告马斯克，就说：“民主党的人已经很恨你啦，那如果你再失去共和党人的支持，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呐。”开始威胁马斯克，只要被2个党讨厌，就会没有国家哦，相当可怕。那他组成了这个美国党，现在要瞄准国会关键少数的席位。那他希望呢，这个在国会当中至少是一个关键少数在重大问题上面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投票。那大而美法案的生效呢，其实也已经让马斯克等于说失去了20亿美元的利润。是不是马斯克也很想要，就是自己有一个党的支持来掌握话语权呢？那华邮就提到了，讲说马斯克如果创了新政党来杠川普的话，恐怕有6大挑战在等着他呢。那包含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成立的这个党可能会面临到2党制的传统，以及目标席次、竞选策略、各州选举制度以及投票规则，还有潜在支持者的内部分歧、政治盟友以及马斯克性格等6大重大挑战哦。所以看起来，前途也是挑战很多。那再来看到了贝森特呢，他讲说因为川普通知至少100个国家的关税将会回到解放日的水准，那大多数没有跟这个美国谈，怎么是这个样子呢？这跟他前2天讲的不太一样。我们前2天大白话里面 CG 上面都还有讲说，不是有100个国家可以是10%吗？那怎么现在变100个国家要回到解放日水准了？那你这个贝森特讲话可信度很低哦，变来变去也他扣吗？那他说，如果不接受美国的协议的话，关税税率就要回到当时那个惩罚性的关税哦。那再来，白宫的国家经济顾问哈塞特。他说：“这个川普的关税大刀可能快要落下嘛。”他说：“现在本周看新闻就知道了，美国对哪些国家将会发出关税通知，哪些国家愿意对美国商品开放市场，美国会对他们科某些关税。”只是我看完这个，我就有一个疑问，那问你干嘛？我们都要看新闻了，问你做什么？你就一个经济顾问那么好当，叫我们去看新闻。所以反正现在美国很乱呐。那再来看到了这个中美关税战，现在看起来全球的海运报价已经越来越混乱了。那可能是因为5月份的时候暂时休兵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商品对于美国大量出货。那美国方面库存量很高，再加上美国对于各国加征对等关税90天暂缓期即将到期了，7月9号就快到了，前景不明。所以最近看到各国的出口商还有美国的进口商都开始出现了观望的态度，因此呢，使得美国的海运价格现在已经暴跌了63%哦，已经抢先在反映这个不安的气氛了。那金融时报甚至在讲。这个标题很经典，他说上演发癫闹剧的美国正在让路给中国。的确美国真的是够癫哦，你看他们里面的人都可以自己骂成那样了。那金融时报就在旁边隔岸观火他说你看川普领导的发癫美国政治跟中国政治的坚定扎实做了一个比较。那中国的技术官僚治理跟美国的后真相真人秀般的闹剧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世界都看到了，令人难以忽视所以
以美国正在让出空间给中国大陆，世界的格局正在进一步的向中国倾斜啊。英国也看到了，那另外再来金砖国家看到了没？当然也看到啦。那川普就讲说啊，现在这个联手金砖反美的国家要加征10%的关税，因为他知道现在这个金砖论坛嘛，你不可以这样子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啊，所以就先喊话哦。但是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就讲说，我们也不针对、不点名这个关税，不点名这个美国，但是呢，他们就一起在讲说，我们反对单边关税跟非关税措施这样的一些措施表达严重的关切，觉得说非常的武断，而且这些措施是违法的，甚至有可能会伤害到全球的经济。那这一次呢，金砖峰会因为普丁跟这个习近平都没有去嘛，中国大陆是派出了李强去了。他说呢，这个金砖国家是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应该要坚持独立自主，展现责任担当啊。那的确，现在金砖国家大家团结在一块 ，GDP 已经超过了这个 G7 了，综合起来，普丁也说啦，现在金砖国家的人口占了全球的一半，经济也占了全球的40%所以影响力非常之大。川普要跟金砖国家作对，说要加征10%，真的有用吗？那但是呢，你看现在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没有出席的，说有更要紧的事情。那我们看这个报道当中想到了，香港大学的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他讲说，不论是中俄的伙伴关系，还是中国想要发展对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金砖的定位都跟习近平的外交政策还有世界观是高度契合的。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马斯克主党啊，华盛顿邮报讨论太多了啦。我跟你讲，马斯克就是要毁灭共和党而已啦。你以为他要选上啊？他是要造成你落选啊。他哪里是要选上？扯你后腿就好了。因为美国有很多区民主共和的差距是非常小的。比如说只要差距2%的，我通通提名。马斯克那么有钱，对，我假设我提名30个啦，一个给1000万美金，这样可以啊，会有很多人很有兴趣啊。1000万美金，搞不好选完了自己还可以剩个500啊。那去闹啊，去搅局啊。我觉得他事实上就是要让川普跛脚。他这个哪里叫美国党？他这个叫川普跛脚党啊。反川党就是反川啊，就是要让你跛脚了。那这个我觉得相对并不是那么困难啊，因为那个期中选举，众议院是全部都要改选呢，435席你怎么会找不到30区这样的选区？搞不好我赌更大一点，赌50个，50个我也才花5亿美金呢，这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绝对赌得来，搞不好他这样赌啊，逼得川普赶快恢复他的那个特斯拉的补贴。你怎么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不然如果照川普那个大而美的法案，他电动车的补贴立刻就没了。所以我跟你讲，他是在玩政治啦。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当然有效。共和党的人每一个人都拉警报啊，除非你的选区很稳的。所以而且他要收买的人到处都是啊。查党的也可以啊，被川普干掉了也可以啊，只要能够扯个10%就好了，怎么会没有用？当然有用啊！你不要用美国来看，你看台湾不是一样？我如果那么有钱，我也可以搞死民进党啊！我每一个区都找一个绿的出来参选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了这个，所以赖清德也不能得罪曹新成，就是这个道理。我这逻辑是一样的，联动了呢。这逻辑是一样的。曹新成一火大，霸团啊，每一区都找一个出来乱。可是曹新成都没拿钱出来。他的30亿捐了。对了，马斯克钱是拿了出来的。马斯克一个大选拿5亿美金，这对他来讲不是大钱呐。因为他上次捐给川普，包括跟共和党募款的，就超过2亿。所以我认为他做得到了，他做得到了。所以川普去头痛吧，那我的大胆判断，我认为川普一定会妥协，一定会妥协。所以他们两个 battle 的话，对，反正到时候力量压力到了，他就知道了啊。除非你要用怪招啦，
像那个班农就主张要把他驱逐出境了，不是吗？啊，可是搞不过啦，有钱人搞一个超大的律师团，你怎么跟他闹啊？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这个贸易谈判真的是美国那个关税的大刀要落下来，主要是因为已经没得谈了啦，不是什么时间到了啦。不然你去找你南美洲看有几个国家在跟你谈，你有看到南美洲国家在跟他谈吗？没有。墨西哥之外，我没有看到南美洲哪个国家在努力跟他谈啊，没有中东国家也没有人在跟他谈嘛，对不对？那非洲他根本就没看到，非洲就54个国家了啊，所以跟你讲，最后聚焦真的都在欧洲跟亚洲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那可是现在欧洲跟亚洲几个比较大咖的都已经浮上台面了，都很硬就是你想要赚我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要让你？比如说欧洲也有相当的实力啊，当然他对美国是有大概仅次于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嘛啊，问题是美国卖给欧洲的东西也很多啊，他也是随手拈来都是筹码啊，欧洲的筹码比中国还要多，因为美国有很多东西都是卖给欧洲，而且都是靠欧洲在赚钱的，比如说服务业，服务业是让欧洲他赚了很多钱嘛，好，来请教赖老师。马斯克当然有说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这个党做起来。那马斯克当然有他的有利的条件，因为现在美国的政治的氛围其实跟台湾很像的，就是我们对两党都真的很厌恶了，所以我们希望真的有第三党出现，但是在台湾的经历中，第三党都是曾经都昙花一现，都曾经很强大啊，例如说新党过去也很有影响力，亲民党也过去也很有影响力，民众党是现在是啊，它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政党，它都代表说我们台湾的选民的一种期待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第三党为什么不容易建立？因为它的成分比较多元化。那你要把它的整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共同所要的，把它找出来，变成它的旗帜，这不容易。美国也一样，美国的选民其实也很厌恶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轮流执政。这个跟欧洲也一样，左派跟右派。可是你看欧洲走到最后，就变成是极左跟极右有市场，那么这个中间偏左跟中间偏右没有市场了。中间的马斯克当初也是人民寄予期望，结果中间也走不下去，就是因为中间的这一些人的太多元了，所以他的最大的公约数不容易找到。我觉得马斯克如果他真的聪明到找到最大的公约数，那这个政党给他组成，我佩服他。这个反川就是公约数啊。川普一下台那就没了，就好像有些人是反李，当初的李登辉，那他就变成最大的公约数，所以我们可以，例如说有些是反独，它形成一个公约数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比较不容易，因为他会随着这个人离开政坛、离开政治而结束，这个都走不久的啊。但是马斯克，你说他最大的理想，说是2到3席的参议院关键少数政党。然后8到10席的众议院关键少数政党，因为美国的两党瓜分大半嘛，所以真正的差都是2、3席、4、5席而已。所以他的目标是在这里，可是这目标不容易达到。但是他的其次的目标是绝对很有可能会达到，就是他有办法让共和党的参议员跟众议员落选，部分的人落选。我觉得这点，第一个他掌握 X 是在于美国来讲也是很通用的一个社交平台。第二个呢，它本身钱够多，所以各种新媒体去制造这些共和党人的负面新闻，这个并不是一件难事情。然后铺天盖地的在所有的新媒体中，不管是抖音、TikTok 或者是其他的，它不断的出现 Instagram， 不断的出现那一个，因为它是属于地方选举，虽然是联邦的选举，可是还是在地方。每一天从早到晚给你播出负面的，而且都是有凭有据，不怕你告的。那你想想看，共和党的那些人，美国的政客的问题是在于每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层面中都
就是丑陋不堪了。就是美国的政客80%，他的另外一面的生活，你看，表面上形象光鲜亮丽的克林顿，他的另外一个腰带以下的也是丑陋不堪，而且是在白宫的摄影机被他调掉的死角里面干那种事。鲁文斯基啊，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美国的政客表面上都是光鲜亮丽，背底下都是真的是脏不可闻。那既然臭不可闻的话，对马斯克要挖这些新闻，并不是一件难事。所以我觉得那些共和党人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在过日子。还有的看呢，还有的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了，山东舰哦，大家关注了好多天，甚至好多人说好羡慕香港的朋友可以这样子上舰来看一看山东舰的模样哦。那不过今天呢，已经结束了为期5天的访港行程呐。那当然，很多的香港民众哦，依依不舍，这样子看着山东舰离开，也要拍下来他离开的样子哦。那也是代表着他这一趟访港行程人气有多旺。那甚至呢，郭晶晶不是也去了吗？那在百度热搜上面哦，也有提到说，郭晶晶在上山东舰的时候就问了一下，为什么叫做山东舰哦？他站在这个山东舰的甲板边哦，望着舷号17的这个巨舰，转头问了这个军事讲解员说，为什么航母叫做山东舰呢？那这个解说员就跟他讲，因为这是国防部命名的，他这一艘舰是跟山东有渊源呐。我们来听一下。为什么叫山东舰？山东舰，这个是国防部当时命名的，这个可能是与山东省有一定的渊源。对，陆媒就报道啦，他说名字背后是大国航机的密码，是中国航空母舰从追赶到领跑的雄心哦。那所以这个山东舰是有这样子的一份渊源存在的。那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武力哦是越来越强，可是法国是不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这个印巴空战哦，大家都已经聚焦到说，哎呀，歼十 C1啊就已经可以把标风打得稀里哗啦的，那所以现在法国可能不愿意吞下这个败仗哦，他们就讲现在讲说是中国的操作，那法国的情报机构就讲是中方带头破坏了标风战机的销售哦。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严正驳斥，真的是输不起吗？怎么还说是刻意操作？那胜负不就是很明显的吧？那你看美联社7月6号的时候报道说，法国军事跟情报部门指出呢，中国大陆呢在5月印巴冲突期间发动了有组织的讯息战，试图抹黑法国的主力战机标风在全球的形象哦，借此打击以及销售。那其实说到底，那你赢了不就谁抹黑得了你呢？就是因为输了，大家就报道事实，你就说人家抹黑。那中国大陆外交部就说这是予以驳斥啊，严正的驳斥，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跟诽谤。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他也在那边造谣嘛，他说没有看过中国有风力发电厂。他这现在又端出了一个叫风电无用论。他说呢，风力发电昂贵又没有用，美国用的风机有95%是中国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国有发电厂，就被人家笑了。还是美国的网友去笑他，还po出来说他们自己拍下的或是在网上查到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发电厂照片，就说拜托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嘞？那你看连这个美国的媒体赫芬顿邮报他说川普的发言并不属实，中国大陆呢，在世界它其实是在风力发电的领域是非常领先的，是能源生产国。风力发电的是这个美国目前的3倍之多就被网友笑川普是不是有一点怂啊？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有点土你没有看过吗？然后没有看过就张口就来。那再来这个弗里曼也呛川普就说你是自残吗？讲得好凶他说大而美法案让你的家更热空调费用更高，清洁能源产业的职缺更少，让美国的汽车工业更弱，让中国更开心，让中国再次伟大。
那你跟你的 MAGA 完全是背道而驰啊！那你这真的是在自残，就是在残害美国的经济哦。那再来对比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武器嘛，其实连塞尔维亚哦，现在也是非常依赖中国大陆，不只是武器而已哦，连基建也是。那现在目前塞尔维亚的高速公路啊，关键路段要通车了。武契奇就讲说啊，这个是中国跟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之下，就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哦。那他很开心，他说我们开始建设的时候，人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工程，大概是1年前。那他们甚至是担心能否如期完成这一段路哦。但是只要跟中国朋友携手，借助他们的技术跟我们的决心啊，现在克服一切的挑战。那没有中国朋友，这个许多工程都是无法启动的。所以塞尔维亚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建设力有基建狂魔是给予一个正面的认证了。那就像是2024年那时候匈塞铁路嘛，那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当时在这个匈牙利跟塞尔维亚亮相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说，哇，又是登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了。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呢？这个我是觉得川普他没有见过光电，这实在是风电啊。中国大陆的风电。你不要说它出口是世界第一啦，它实质做的也是世界第一啊。不，自从川普之后，坦白说啊，不管是川普本人或者是美国的财长啊，这可能讲话我就不太听了啊，就是要让子弹飞几天啊。比如说，刚刚又一个消息出来了，说对各国关税的通知7月8号要寄出。哦。我们刚刚不是在谈要延到8月1号，刚刚又来了啊，还可以往回。那我刚刚也稍微统计一下，全世界的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10亿美元的，只有28个国家。所以他是寄给谁啊？不一定是台湾哦，搞不好是那100多个根本不重要的国家。因为他一定要开始删嘛。事实上，真的到最后啊，它聚焦的国家不会超过15个了。就是贸易顺差你要看大额到什么程度。我们台湾是很重要我们台湾是739我们是排第6很高所以因为很高，所以不要轻易做决定。我跟你讲，你现在如果轻易做决定，你一定比较接近越南。因为据我了解。最近可能要做决定的，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那他们都是靠越南的。那你认为你靠越南会比较好，还是靠日本会比较好？所以台湾，我跟你讲啊，你最好学日本跟韩国的思维啦。他们就在等欧盟跟中国，结果欧盟跟中国出来之后，他们再来谈，结果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台湾应该用这种角度思考了，就是你应该去想中国跟欧盟、日本跟韩国，那你如果越早想要决定，你就会越接近越南。那越南的结果是大家公认谈得不好的，它是全部进口零关税，那对等关税还有20%，然后转运的40%，这个对台湾当然不好嘛，所以我觉得要慎思啊。好，来请教赖老师。确实了，如果真的谈出像越南那样的一个结果哈，那因为一旦协议签下来，还好越南这只是框架，但是如果协议一旦签下来，那未来这个关税就是20%。那各位想，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各10%，美国的波音要卖到大陆就不好卖，因为空中巴士卖到大陆关税没那么高，它就比它好卖。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美国迟早一定要跟中国大陆谈有关于关税干脆都拿掉的一个问题。那芬太尼的问题已经快解决了啊，芬太尼就等到所有的关税抵定以后，芬太尼关税大概拿掉了。那拿掉以后，中美的关税就变成是10%对10%，然后如果再加上原来的17%左右的话，就是20几对10，那个也是20几对20几。但是如果说未来中美到最后谈到说，我们就用2018年作为标准，那就都回到2点多3点多%的话，
那世界工厂都全部又搬回搬回中国大陆去了。那你越南啦、你台湾啦、你其他的怎么办？因为你跟美国签的就是20%了嘛。那大陆如果跟美国最后签了不到10%，我觉得整个局势会转变了。我个人是认为说，因为目前来讲，全世界就有大陆敢跟美国叫板，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然后你要卡我的关键，我就卡你的稀土。那你美国5到10年内你稀土根本做不出来，所以大陆都是有筹码跟美国对抗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最后他一定要很现实的考虑到，尤其如果新的总统一上来，也就是熬了3年以后新的总统上来，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打关税了，他要改变了。那如果中美的东西谈出来以后，那你越南或者你其他的国家要跟美国谈，美国为什么要跟你谈？因为对他来讲绝对有利，他为什么要让？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以后的局势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啊。那另外有关于风力的发电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去回应这个川普的讲话了，因为确实中国大陆的风力发电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了。大家都知道，不只是国内第一，出口第一，全世界也第一，那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原本有占优势的北欧都输了，都败阵了，那更不用讲日本。更不用讲说那个其他的国家，像美国。那我们看到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它补助的都是过去的产业，现在跟过去的产业，像石化啦、半导体啦等等。而中国大陆的新的15-15-5计划，也就是说，它的2025完成了以后，它的15-5计划走的是未来产业。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为什么会让这些经济学家、美国的经济学家焦虑？就是中国大陆在推的是未来，而美国在走的是过去。那这个中美之间的以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已经是可以理解、可以了解的事情了。然后至于有关于山东舰，我倒是蛮羡慕能够上去的，因为坦白说，在这么多人里面，不管是台湾的2300万人，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大陆14亿人，能上航母有几个人？%多少？0.0几吧。所以我觉得能够上山东舰去看的，真的是很幸运了。好，来问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川普对大陆的了解实在是有限。那今天 Thomas Friedman 来批评他是有根据，因为 Thomas Friedman 去年年底才去了一趟大陆，他是对大陆追踪的很多，他跟我看到了很多世界未来。对不起，不在美国，都在中国大陆啊。所以 Thomas Friedman 对川普的这一套，觉得说你要解决美国的问题，只会越来越落后啊。那我觉得，当然，他也是诺贝尔这个经济学奖得主。那川普也想得诺贝尔。川普，如果你不听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我想你和平奖也不用要了啊，真的是这样。那这个塞尔维亚这一部分啊，因为我做非洲做了很久，那大陆为什么在这个基础建设，为什么我们说狂魔？它国内做完以后，它这个就是说生产叫什么产能过剩啊，就到了非洲，然后非洲就一路接受它的所有的这个基础建设的。那为什么他们那边愿意接受？他说，过去从来没有公司，第一个价格比你们法国的要便宜啊，比欧洲的要便宜。第二个一定是提前完成啊，那这个对非洲那些领导人来讲，我有东西可以交代，跟选民交代，就是说，你看，我承诺你们什么，马上就可以。我觉得武契奇也是一样的嘛。今天进军到了欧洲，到了这个塞尔维亚，如果有大陆的这种基础建设，对他要竞选连任，或者有些什么跟选民去交代，马上就有东西呈现出来。那这个是大陆，因为越做越熟，那它有一个经济规模，所以它这些各种的这种基建，不管是港口也好，铁路也好，大概都有一个模子，很快。然后他这次做完以后，又知道要改进哪里，下一次会更好，所以他是越做越多。那美国，你现在回头去看美国的基建，我觉得川普应该觉得汗颜了。我也希望，如果他这一次今年下半年要去大陆访问的时候，大陆应该带他坐高铁，带他去到处走走看，不要让他就只在紫禁城里，在北京晃一晃，觉得自己像皇帝。你应该让他出去，就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humble him 让他觉得要谦卑一点。就是你发现你真的美国落后大陆在这一方面有多少，然后你再去搞这些石化也好，这个跟这个大陆今天搞所有的
包括我们讲风电也好，包括太阳能板，对不对？川普还在认为美国就可以不要大陆的东西。对不起，今天你真的不要，很多东西都没有。你今天要每一个成分去分析吗？说，这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嘛。如果说你今天家里头说我不用中国东西，那我看你家里头可能就没办法运作了，因为有太多的产品。有一部分都是中国的，不管是不是是台湾的品牌也好，或什么别的，你如果今天真的要向美国说，这个都有安全疑虑，那我们什么东西生活都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不要把它做得太大，它有东西可以用，我们也不一定会对，因为用了它就忽然觉得说我变成是一定是站在对岸的那一面嘛？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想这么多啊。我们政府也是一样，我觉得美国人也是一样，就是你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用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东西，我们难道一定就马上就会认同吗？也不一定嘛。方便大家都是消费者，特别对我们这种比较中下阶层的哈。对不起，我真的要讲，我们是中下阶层，这是我的下阶层，没有我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你们就是因为不认识，所以马克思才要告诉你要有这个要唤起你的这个阶级意识，否则你都以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不是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看一下因为赖清德现在感觉起来都在激起民众的对立啊。你越是要限制大家，然后用一种好像不可以去大陆走走，不可以去大陆看看，好像想要出征馆长。那馆长越是硬气啊，他讲说他还要再去深圳来这边直播。我们来看看。我坚决的讲。祖国啊，我什么时候去祖国深圳做直播？应该是8月份。我什么时候上祖国抖音哦？我还在申请。3句不离祖国，气死你呢！对，3句不离祖国啊，所以他就说他要去祖国深圳来直播。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你越不让人家这样讲，人家就越要去跟你唱反调嘛。现在台湾已经变这样子，大家已经很不爽这种大罢免的氛围，很不爽这种猎巫的氛围了。所以你看到了，馆长说我就是要去祖国深圳来这边直播，让台湾人民看看震撼的东西就是跟赖清德对着干。那我们看到了网友们也在讲说，会不会去看看华为啊，去看看大疆总部也可以去看腾讯还有人猜说应该会去这个电动车工厂但是青鸟坐不住疯狂出征馆长就说怎么有杂质装成人类在讲话还说你是有多缺人民币就开始要出征他。但是呢，到处出征青鸟的本色嘛。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绿营的媒体这个绿媒又在操作一波啦，就是有小草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只希望如果是这个接下来中国大陆统治我们的话，健保不要倒，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有很多这种在台湾里面会有这些谣言嘛。那可能有些小草们，他们现在是比较呈现这种愿意跟大陆接触，但是他们觉得担心会不会健保受到影响但是呢，绿媒为什么要报这一篇？他就是为了要出征因为你看到这个青鸟又出来出征了，就说国家都倒了，健保还会在你器官都要没了，你要怎么样用健保，又要开始疯狂出征小草那是不是在挑起这种我们现在全台湾已经这样子非常撕裂的一个态势那你看到 PTT 上面就讲小草说希望这个大陆统治台湾的话，健保不要倒然后他们就在下面笑小草说你还天真浪漫的以为如果大陆侵台还会放过健保吗？只能说民主败家子就是民主败家子就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现在目前台海的状况因为大家最近在关注大陆的民航局宣布要启用了 M503 航线W121 衔接航线。那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彬华就表示此举是为了要缓解有关地区的航班这个增长的压力但是也会保证飞行的安全，减少航班的延误，保障旅客权益，对两岸的同胞都有利其实常常往来两岸的这个民众可能就特别会有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航班得要绕来绕去才能够抵达，明明就是在对面，可是你要绕一大圈，就是这个航线问题那现在你看这个有新的航线出来，可是民进党就说这个是又木马屠城啦，他们又
感受到一种什么好像被威胁的感觉了。那你看哦，这个陆委会讲台湾在防灾啊，结果你中国大陆怎么可以趁我们在防灾的时候宣布这样子的W121的航线呢，已经违反共识了，所以包含了陆委会、外交部跟民航局哦，都说表达强烈的遗憾。那陆委会的讲法是，陆方完全不尊重双方的共识跟台湾的民意哦，单方面改变现状，增加两岸的区域不安。那陆委会强烈遗憾，并且要求陆方要尽快透过既有的机制跟我方协商。那其实人家怎么看呢？我看到这个像是翁小玲委员在讲说，那人家军机都已经超过中线了，还需要民航机来演示吗？或者是需要民航机来掩护吗？其实根本不需要，反正但是民进党就是要做这些操作，而且你所谓的民意，我刚刚也讲到了，常常往来这个两岸的人也希望就不要这样兜圈子这样飞哦。那你真的有问过大家的民意吗？还是你自以为的民意呢？那我们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在警示哦。他说：“哦，这个不得了。他说，这是中国大陆要透过航线调整与军机频繁的跨越台海中线，正逐步在改变台海的空域现状。这是北京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军事行动铺路的战略布局。”陆委会也说，这是因为我们快要汉光演习了，这个马上星期3就要汉光演习啦。他说，中国大陆单方面的行动改变现状，也加剧了两岸和区域的动荡。那所以现在目前呢，大陆的国际旅客人数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了，因此呢，他就说中方的说法是不合理的。真不合理吗？现在不是都有 China Travel， 很多人要去大陆玩哦。那反正陆委会的说法，那你就听听参考参考。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台美目前的关税哦，因为快要放榜了嘛，我们到底会怎么样呢？能不能拿到优惠的关税呢？那市场认为美国公布这个半导体关税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8月底。那美国如果不分先进制程跟成熟制程一律课税的话，对美国和台湾都没有好处，可谓是两败俱伤。那这个贝森特甚至放话说，台湾跟欧洲哦未达成协议的话，8月1号会恢复旧的关税。哇，旧的关税对我们来说就可高了。30%几啊？那所以那怎么会谈得那么高呢？我们什么该给的都给了，该贵的都贵了，怎么我们还会是恢复旧的关税呢？那现在台湾只能静待美国通知哦。可是我们社会的舆论是讲说，政院都没有在谈判过程跟社会沟通啊，我们是不是就默默吞下去这个32%的关税了呢？那倒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美国又来了一波压力？什么样的压力？他说护国神山哦，在美国被告了，理由是什么？说种族歧视啊。这感觉这个时间点，然后拿这件事情来说事，是不是我们又要让什么东西呢？是不是我们在关税上面又要退让呢？是不是我们台积电又要再开出更多的条件去投资美国呢？所以人家讲说，这个时间点很奇妙啊。我们来看看，他说17个人一起来诉讼台积电，内容包含了种族歧视，还有职场报复，以及工作安全缺失多项指控哦。那目前台积电讲说，除了法院文件之外，是不会做这个正面的评论跟回应啊。那他说，我们都是秉持着安全、友善跟包容性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打造工作环境。可是这会不会是美国拿捏台湾的一个方式呢？所以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新航线本来就有了，只是使用的频率了。其实台湾真的要担心的是年底厦门那个翔安机场要启用。那个翔安机场飞机只要一飞升空，就跟金门的飞航管制区重叠。对，我看你怎么办。而且因为那个机场非常的大，所以搞不好未来金门人是透过翔安机场出国啊。因为你如果常跑国外，你也会知道，在大陆买机票比在台湾买是比较容易更便宜啊。那离金门那么近啊。这个翔安机场是非常大的机场啊，所以这个如果你对 W121 你也有意见啊，那翔安机场你也提出方案吧，因为真的就是中国大陆那个空域，它造成那个国内的航机爆满嘛，所以这个事实上也对两岸来往两岸的人也是一个方便嘛，它基本上可以调度航班。让航班会增加，而且这个航线有报到国际民航署，
所以基本上，你台湾当然有飞安，因为两岸是一个对立状态，你有疑虑。可是国际那个 ICAO 是登陆的，这是 ICAO 登陆的，所以你有看到韩国、日本，我们周边的国家提出抗议吗？没有嘛，就只有台湾在抗议啊。那当然就是因为台海中线的问题啊。可是我认为台湾去抗议也没有用啊，因为目前确实你并没有看到民航机有过当的行为，或者说军机就刻意渗透进来这个航道，基本上没有嘛，所以国际基本上并不认为这个有问题了啊。那至于你讲那个台美关税啊，我觉得是美国比较重视日本啊。那因为日本7月20号参议院要选举，那目前时破茂的民调不到30，所以他怎么敢现在就去跟美国达成协议啊？而且日本国内目前以美论开始上升哦。这个赖清德，你最好注意一下，日本哥哥在发生变化。读卖新闻刚做了民调，读卖新闻上个礼拜的民调，日本人认为美国值得信任的只有22%，太低了吧？日本哥哥哦，赖清德注意听啊，读卖新闻，读卖新闻绝对不是亲中的媒体，绝对不是。那日本有做民调，认为应该及早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只有19%，他们也希望拖一下，所以我认为这个8月1号主要是针对日本。那因为当然美国跟欧洲也谈得不顺啊，我说实在话了，目前反而有比较按程序在谈有进展的是中国，其实欧盟跟日本都不顺，所以我觉得坦白说了，昨天贝森特露了一个马脚啊，他说我们发出了190几张要求协议的名单，结果没有回复，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复的国家有100多个，因为跟美国是逆差或者根本没什么顺差的国家就是100多个，所以我跟你讲，不要听那个川普那边吹牛啦，事实上有很多国家根本不 care，连理都没理啦。比如说你有看到巴西跟美国在谈吗？你有看到吗？那有一些国家对美国也没什么顺差啊，所以真正急的就是亚洲这些高度顺差的国家，讲白了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台湾就仅次于，就亚洲仅次于越南啊，所以台湾压力真的很大哦。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哦，如果一不小心，真的那个结果有可能是介于日本跟越南中间。比如说我现在听到的，要求零关税，跟越南一样。那我们台湾这边就坚持稻米不行啊。对啊。那如果稻米不行，其他是不是都要零关税？压力很大。好，来请教赖老师。确实啦，航线的修改或者调整或者是新增所有的它基本上都会跟国际民航组织去报备啊。那国际民航组织它也会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都认为说没有问题了，他们也会批准。批准以后，他们当然就会正常的公布了。所以公布的时机跟台湾的台风有没有来，其实没有关系了。我们也知道，本来赖清德应该是去到南部去演讲，这第5讲的，大家都想在听，这次要制造什么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异质人嘛，有各种什么原始时代的人了各种人，所以大家都想听听看他这次要创造什么人出来，因为他的每一次的演讲都引起了很多的笑话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是制造问题的一个专家，制造矛盾，然后撕裂台湾社会的一个专家。大家都知道他的专长就是让台湾更加的仇恨。你看那个馆长讲的那一段话，他是符合宪法的讲法。他符合宪法讲法，那个小草就违反宪法就攻击他了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他专门制造仇恨，他只会让仇恨更加的激烈。不过我个人是认为陆委会是最没有资格讲话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么一个中线的默契，事实上是因为有9·2共识这个默契。
那你民进党上来了以后，把9·2共识撕毁了，丢掉了，不要了，那就没有这个默契了嘛。所以台海中线没有这个默契了，这个那个航空识别区也没有这个默契了，所以这个连12海里的默契都没有了啊！大陆已经说根本没有12海里的问题啊。那在香港不是香港，在金门这个地方里面，大陆的海警船要进来就进来了，随时可以执法的，所以这个默契都没有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早就没有共识。那为什么没有共识？就是因为你民进党你把9·2共识都丢掉了嘛，这个是唯一我们两边的共识，让两岸能够走得很好。但是你不要了。你不要了以后，那对大陆来讲的话，那就他该怎么做就会怎么做。所以你在那边生气说：“哎呀，你片面的违反我们的两岸之间的共识。”我就觉得讲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想笑，就是说，你怎么讲得出共识这2个字来？两岸之间怎么会有共识呢？那谁跟你有共识啊？台独就没有共识啊。连台独在台湾都没有共识了，那你跟大陆怎么有共识呢？台湾有多少人反对台独啊？所以如果要讲杂质人的话，少数才是杂质，多数绝对不会是杂质。那台独人就2成多，他是杂质嘛，所以绝对不是我们讲杂质。所以赖清德讲的杂质就是指的台独嘛，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搞台独了，你把台湾都撕裂了，我们现在都这么不团结，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杂质台独所以搞得我们台湾这么不团结。你不要再搞台独了。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逻辑来顺的话，那赖清德的杂质指的就是少数，那就是台独的那一群人嘛。但是问题，赖清德自己要先反省检讨，说我就是杂质，因为我就是搞台独，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反对杂质，我就是要反对我自己。如果赖清德有这么一个自反能力的话，他说打掉杂质，那他打掉他自己啊，那我们就送给他一个榔头，是不是？没有，下次他去第5讲外交讲的时候，你就送他一个榔头，就说你炸掉他自己。我吗？对，你就送给他一个榔头，叫他扎自己一下，任务这么艰巨，杂质嘛不要了，送给他一个摔篓好了，那个斗那个杂质的那个利器，就是我送你一个那个叫什么？过滤网说你把你的杂质拿掉啊！我想大概这样子解释比较合理了，不然我们主体性是反对台独人，我们绝对不会是杂质；主张台独的一定是杂质啊！那我就觉得贝森特的问题是在这里了，没有人理他了。我觉得这样讲的没有错了，因为没有人理他。但问题就在于说，川普他焦虑、紧张、恐惧、害怕。你看我讲的4个词，那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极限的心虚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对全世界课税。你想假设他对于全世界课税，那全世界的产品进入美国，大家都不降价了。这是第一个，非但不降价，我还涨价。那涨价呢，就由你这个进口商大家来 share。就是你跟我要 share 这个税嘛。那你要我share多少，我就涨多少。那涨完了以后，那个价钱就回到了你的这个进口商手中了。你再把价格调高，为什么？大家就吃定你美国没有那个生产制造力来满足你美国国内的需要。我就吃定你嘛。那你这个时候你美国怎么办？所以其实川普是焦虑不堪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